现代武器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各国装备的更新，如今美国就在对许多装备进行更新换代，其中便包括无人侦察机。RQ-7影子是一种美国现役比较古老的无人侦察机，在2002年就已投入使用。由于该机功能多样，体型较小，在许多反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它使用了近20年后，陆军开始测试影子无人机的替换机，军方结合了多年的使用经验，制定了采购计划，以便很好地满足陆军的实际作战需求。该计划被称为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，目标是发现敌人，然后指导压制力量在敌人做好准备之前快速将其消灭。2020年4月7日，美陆军首次试飞了一款候选新型无人机，也就是大角星 T-20 无人侦察机。T-20 的原型机在2005年完成，于2009年2月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完成了飞行实验。第一次空投实验于2009年8月完成，目前已生产了200多架，交付于美国军方。T-20 是一种中程可重复使用的侦察无人机，机身主要由复合材料制成，可以有效地减轻重量，并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思想。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，在几分钟内更换自身搭载的电子设备，可使 T-20 在执行任务返回后，几分钟内再次返回空中执行第二次任务。该机机长 2.9 米，翼展 5.3 米，高1米，空重50公斤，最大起飞重量85公斤。总体看来 T-20 的体型并不大，算是一种小型无人侦察机。该机搭载有一台 Avgas 110LL 4冲程发动机，可以提供10匹的马力。发动机安装在机头位置，用来驱动前端的双叶螺旋桨，最高速140公里每小时，巡航速度为102公里每小时，续航时间为16小时，飞行高度为7620米。飞机可以采用滑翔的方式飞行，使得飞行距离大大增加，特别是在执行巡逻任务时，滑翔是一种很好的飞行手段，既可以减少发动机的噪音，还可以加长它的续航力，有效作战范围为800公里。航空电子设备安装在机身后部，机用燃油储存在机翼的各个地方。机翼下方有4个外挂点，4个外挂点的有效载荷为35公斤，可以挂载武器传感器、制导导弹或者一些空投弹药。除4个外挂点，它的机身内部还有一个长28厘米、宽28厘米、高91厘米的有效载荷舱，允许传感器阵列预组装在从飞机底部连接的有效载荷托盘上。整套 T-20 无人机系统包括2到3个飞行器和1个控制站，以及1个便携式气动发射器和拖车，还可以额外配备1辆后勤车辆控制天线和卫星天线，以及1辆为行动区配备设备的车辆，用来加强无人机的探测能力。可以执行多种任务，包括地形侦察、巡逻飞行、调整对敌人阵地的火力，以及对地形进行空中摄影和评估杀伤情况等。有时也被用于救火。与有人驾驶飞机相比，固定翼无人机有很多优势，但当飞机太大，需要跑道或者弹射器才能升空时，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优势。而该无人机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，像孩子玩玩具一样轻松地发射，而不是呼叫基地进行空中侦察。虽然该机不具备起落架设施，但它可以通过内置的启动便携式弹射器进行起飞。这种发射系统被厂商命名为便携式发射系统，可以在沙漠、山区、草坪等多种恶劣的环境下起飞。实际上，只要地面足够平坦，就可以进行起飞作业，所以也可以在海军的舰艇上执行任务。它的着陆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通过准备好的网，另一种是通过腹部的滑橇着陆。这使得 T-20 可以在任何有空间发射和回收的地方使用，而不像其他飞机那样需要昂贵的设施。由于这种无人机具有相当高的潜力，该设备在美国部队中得到了积极的使用，并且很快便发展出了改进的版本。改进版的型号为 Jump 20，是一种垂直起飞的变体。该型主要是为海军设计和制造，计划由海军用于情报监视、侦察以及搜索和救援任务。该型最早于2014年4月亮相，并于2015年1月进行了多次试飞。垂直起飞型和常规型号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同样采用了单体机身复合材料建造，但在每个机翼上增加了2个垂直安装的旋翼，为飞机提供垂直起降的能力。该型的多功能型与垂直起降能力相结合，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，提高了燃油效率。由于机翼外挂点改为了旋翼，所以一些外挂设备只好挪进了机体中部的机舱内。用于垂直起飞的旋翼还可以快速安装或拆卸，
据厂商称，经过训练后操作熟练的2名技术人员可以在15分钟内安装好旋翼装置。墨西哥海军大约于2016年3月采购并收到了一批战斧20无人机，并于2个月后在墨西哥上空部署了该型无人机，用于未声明的任务。它的机载相机套件可以将实时画面传输到指挥中心，并提供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野，配备有一台笔记本电脑，用来显示由无人机提供的图像或视频，也可以配备一台额外的笔记本电脑来控制通信和机载系统。该机还配备了集成的光电、红外和目标激光系统，以及基于 GPS 导航系统的自动驾驶仪，可以自主导航或者预设航线。操作人员可以在任务完成后返航时预设好航线，在指定位置自动着陆。执行任务时可以使用飞行控制处理器和机载传感器，提供完全自主的飞行，也可以使用人工操作飞行。机组人员通常为2人，在一次训练飞行中 T-20 弹射起飞，在没有任何改装的情况下，最高飞行高度达到了7200米左右。在飞行了8小时后，成功安全着陆。第2架 T-20 的另一次高空飞行也很成功，达到了限制军事空域的顶端。对于地面部队而言，现代战争所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复杂，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们需要调整自身对威胁的反应。最需要的便是卓越的战术情报、监视和侦察。在 T-20 之前 ，RQ-7 影子无人机便担任着美军无人侦察机的主力任务。这种无人机可执行的任务种类也非常的多，并且体型小，由卡车搭载，只需要很小的空间就可以发射升空并飞行数小时。既可以作为侦察和监视平台使用，也可以使用激光指示器为其他飞机指示目标。不仅如此，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曾测试过让影子无人机搭载武器。无人机厂商也曾进行过搭载精确制导武器的测试，但实际上让它搭载武器始终只是一个理论，并没有真正的应用过。而此次出现的 T-20 无人机具备 RQ-7 影子的所有优点，例如飞行时间长，不需要额外装置即可升空，甚至还可以选择垂直起飞，并且 T-20 在执行任务时更加安静，发出的可视及电子信号更少，敌人很难以发现，非常有利于执行侦察任务。显然，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。不过，美陆军将会评估 T-20 在内的多款候选无人机，而 T-20 只是测试内容的一部分。全部测试完成后，将会选定一种强大的无人机替换老旧的 RQ-7 影子无人机，并于近些年内投入使用。这在飞行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而 T-20 在装备到部队后，可以为部队提供非常优秀的空中侦察能力。其作战实力也是不可轻视的。至于他最后能否冲出重围，而大合同最终花落谁家，还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关于 T-20 无人侦察机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有介绍不足的地方，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